他真的太现实了，总是嫌我没钱，给我脸色看，完全不考虑我的感受和自尊。我也不是生下来就有钱啊，我也一直在努力啊。我觉得两个人在一起就要相互理解，为什么不多给我一点时间呢？我觉得他和以前完全不一样了，对我越来越不好。他说我现实，把金钱看得太重要。其实真的是他很幼稚，很不成熟。我觉得我对他已经很好了，能付出的、该付出的我都付出了，他反而还觉得我不爱他。让我们掌声请出这一对，掌声有请。男嘉宾小张24岁，来自湖北，是一名舞蹈老师；女嘉宾小仙22岁，来自广西，是一名化妆师。来，有请两位，有请。欢迎两位哈！谈恋爱多久啊？快4年了。快4年了啊！今天是你要来的是吧？是我要来的。为什么你要来啊？我想再努力一次。女生想分手是吧？对。所以她说再努力一次，为什么要跟他分手啊？因为感觉两个人在一起特别累。刚开始的时候他对我特别好，比较宠我，就是我说的他都听，一切都以我为主。后来呢，就脾气越来越不好，天天凶我，还觉得我这不好那不好的。还有他一天无所事事，不工作，1个月可以换好几个地方。我换工作是为什么？工资低呀，所以我想有一份高薪的工作，这样我们都可以轻松一点。那你要有能力去赚更高薪的工作，你没这能力怎么行呢？我觉得我的能力没有体现出来，老板没有看到，所以我觉得这里不合适，所以我想换一家，我才会换那么多。不然你觉得我没事换那么多工作干嘛？好玩吗？我就不明白，其他员工在那里都一样可以上班，就你不行。我和别人不一样。都是人，有什么不一样的？你就不能考虑一下我的感受吗？我的启发点是想赚更多的钱，我去换工作。都做过什么职业啊？做过厨师，然后做过销售。销售，就2份职业哈，还好不算频繁。但是他可以1个月换到4、5个地方，搬家要搬2趟，你知道吗？哦，就是不稳定，就上个几天。每2天就要换一份工作。这个资料上不是说他是舞蹈老师吗？他现在不是做厨师了。现在不做厨师。对，他没有哪一份工作能做多久的。就是那个时候特别拮据的时候，然后去做了很多，就给别人打帮工干嘛的。他带我回他老家见父母，然后回他家以后呢，我感觉他父母并不是很喜欢我，就连最起码的客气都没有。然后我就跟他讲，我说我感觉你妈妈不是很喜欢我，他说我很小气，斤斤计较。我觉得我一个女孩子大老远的跟着他回老家，对不对？他应该多一点关爱。他每天都出去外面玩喝酒，都不带我出去。每次带你出去的时候，你对我的那些朋友兄弟都是板着脸，不跟他们说话，你这样让我很没面子。那是因为你的兄弟根本就不尊重我。他朋友很过分，我们那时候在 KTV 唱歌，他旁边就坐着他老婆，他隔着手对我动手动脚的。我当时为了给他面子，我没有对他朋友发火，你知道吗？我就跟他说了，他不相信，他说我朋友不是这样的人。这个事情我们不是说过了吗？当时那么黑，在 KTV 里面你又不是不知道，然后大家喝了点酒，可能他旁边是不是坐的他老婆嘛？可能他是摸错了呀。后来我不是有让他去跟你道歉吗？之后我去上厕所，你知道他朋友多过分吗？我一进厕所，他跟着我进厕所门，那我就尴尬，我就出来，他跟着我出来，这很明显。我兄弟的性格就是这样的，玩世不恭。你兄弟性格这样，我就该迁就他吗？可能他只是跟你开个玩笑，你是不是有点考虑多了？哪有人这样开玩笑的？所以其实你觉得无所谓，对吧？我觉得他根本就不爱我。不是无所谓，是怎么说呢？就是还是会有不开心，但毕竟是兄弟嘛，就是时间这么长，不好因为这个撕破脸。根本就没感觉到你当时有一点不开心。好吧，女生那个时候就没想着要离开吗？那时候我很难过，我一路哭着回家的。但是我觉得我们在一起这么多年了，而且我是很爱他的，所以说我觉得，那我就忍了。忍了。对，我就忍了。后来呢？后来他就越来越过分，他不带我出去，然后呢有一次他不带我出去玩，他跟他朋友在我们家楼下吃烧烤，然后喝酒，就出事情了。就出什么事儿？动手打架，他们就打起来了，然后后面就
把对方给打伤了，然后赔了很多钱，你知道吗？当时他根本就不敢跟他父母讲，就我一个人替他承担，帮他把这个钱赔了。我问我家里面人要了，他就是不跟他父母说。我那个时候是跟朋友出去下面去吃烧烤，然后之前因为兄弟的事情，然后跟他吵过一次架，我就不想再带他出去，怕发生类似的事情，大家很尴尬。完了之后就是好像当时朋友跟别人有一个不愉快的地方。然后就是别人把我朋友这里眼睛这里给打了，然后大家都是兄弟嘛，所以那个时候可能那个时候也比较年轻，然后就没有想太多，就直接就冲上去跟别人有肢体上的一些冲突完了之后就把别人弄伤了然后后来就是做完这件事情之后出了事儿，然后就比较后悔，然后比较怕冲突的时候只是想着哦怎么出气，但是做完之后就发现好像有点过，然后行为方面有点不妥。他心里面就不敢面对，不敢承担。我就觉得他真的。然后是你出面帮他解决。对，是我替他出面的。是吗？我就是最后医药费那方面，当时我也没有太多，所以我就想让他帮我一下。然后你问你父母要的？对，我当时用了我自己积蓄，然后不够，然后我问我妈妈要了。你怎么跟你母亲说呢？我实话实说呀。那你母亲怎么想你这男朋友呢？我妈妈肯定说了我呀，但是我说我是要跟他结婚的，是要走到一起的，所以说他现在有难，我肯定要帮他呀，我们两个人在一起。这个钱现在还给你母亲了吗？没有，是我还的。那你干嘛不把钱给人家啊？他根本就没有钱，他1年多了都没有上班，你知道吗？为啥不上班呢？他说他心情不好，就因为出了那件事情。然后他每天就凶我，每天就这样说我，那样说我，每天下班很累。我那时候上2份班。我那个时候就是心理压力比较大，然后那段时间又经历了很多事儿，所以整个人好像有点沮丧可能在这方面对他1年多啊，中间也有断断续续的出去找工作，就是没有那个，但是都没有成功，就是干了几天他就嫌这不好嫌那不好。后来还想要做生意，你知道吗？想做小生意，也是我问我妈要了钱，然后面给她投资了点小生意，做了几天她就不做了，她嫌累，她说不好做，就不做了。对，就不做了。把我气了，我说她不乐意。你就没试着离开这男人一下？我试着离开了，试着离开了。我们分手分了很多次了，但是就是分不掉。为什么分不掉啊？我心很软，他每次就来找我，你知道吗？每次我就回家啦，去跟我妈妈，他每次都来找我。没想着试图到另外一个城市啊，换一种方式生活吗？现在是这样子。去哪儿了？我现在到合肥了。去了多久啊？现在待的也有几个月。那这几个月你也在合肥吗？没有，我去了杭州。异地啦？那个时候大家彼此都想我觉得我们大家需要冷静一段时间，看一下还需要彼此吗？你觉得还需要吗？我觉得他就是我离开他的这段时间，他没有任何变化。他这个中间你们联系吗？很少，就是发微信，偶尔会回我几句。等等，为什么没有变化呢？没有变化，我干嘛要拜托节目组请你过来？你的变化在哪呢？我现在没有工作吗？我没有挣钱吗？你没有到处借钱吗？你现在每个月都是负数，天天向你朋友借钱，你什么时候能把你钱还完呢？我有那么多外债我要还啊。可是你还什么外债啊？欠他的。欠他的是该还啊。但是到现在还没有还过，一次都没还过。一次都没还过啊？对。那就还什么还啊？你现在还问朋友借钱啊？是这样的，我自己现在是有工作，然后自己也有花销，在外面租房子，然后他的钱我想一次性都还给他。还了吗？现在还没存够，所以还没有还。那你问朋友借钱干嘛？自己花。就是可能这个时候我想多存一点，然后自己生活开销不够，所以我就找朋友借一点。哎呀，我现在这个确实上了岁数之后，这反应啊、逻辑都不对了。不是，我感觉他的逻辑一般人不懂，你知道吗？说的我都听不懂。哎，我跟你是一样的，我有点听不懂，就这种逻辑。你跟他说这样，他跟你扯得老远老远的，说东说西的。你这几个月其实是没有联系，是吧？就是偶尔会微信问候一下，吃饭了吗？什么。所以我特别好奇，你今天为什么来呢？他跟我说，他想要我给他一次机会，证明一下他自己。是要证明一下他自己的是吧？你打算怎么证明呢？
我想告诉你，我真的有变化。可能我现在表现的还不够多，你看不出来。但是我既然能来到这里，当着这么多的人的面把这些东西说出来，我知道我自己在你的眼中真的很差，做了很多不成熟的事情。但是我现在真的想好好再努力一次，就是让你看到我的决心。可能我目前像你说的没有什么变化，但是我希望你能再给我一次机会。啊，这次听懂了啊，这段话我听懂了，就是过去我不成熟，现在我改了，你信我一次吧，是这意思吧？他这个话说过很多次了，我给过他很多机会，我们在一起这么多年了，你说我给你1年时间让你去改变，2年、3年够不够？你年年都是如此，没有任何变化。我今年也不小了，是不是？我肯定得为自己做打算呀。我为他付出这么多年，从我一出社会开始，我就跟他在一起到现在。过去的时候，我只是对你一个人说，今天我站在哪儿说的，有多少人看着？没有。我能走上这里，我鼓了多大的勇气？难道我希望我就是站在这里，把我过去做的那些事情，让全世界人都知道吗？我希望这样吗？你说话从来都不算话，你让我怎么相信你？行吧，看来这段感情是需要有一个了断的时候，怎么了呢？听听老师们的意见，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来，沙老师。一个如果真心付出的人，他是不会把自己做过了什么，为对方付出了什么挂在嘴上的。听到现在，我始终觉得你到目前为止依然是一个注重形式的人。我把我所有对你的付出，我告诉你，然后我告诉你我现在有改变，具体改变在哪里我们也不知道，因为改变是要用实际行动来证明的。你说该还的钱没有还，然后也没有还完，你现在可能改变只是有了一份工作而已，能养活得了自己。可是男人不就是应该顶天立地，先承担得起生活的这份责任，然后再去谈爱情吗？对吧？所以我觉得，如果你真的想要追回这个女生，想要改变的话，你有这么长的时间，这么多几个月的时间，你完全可以用你的实际行动让她看得到，不会在今天这里还在说嘴。其实说这些完全没有任何的意义。然后包括其中说到一点，就是说你的兄弟对他不尊重的这件事儿，我非常的震惊，也非常生气。我突然想到一句话，我觉得在你身上好像体现的特别恰当好处，就是兄弟如手足，女人如衣服。如果我是你女朋友的话，就这仅此一件事儿，我断不会跟你再有任何的来往。我在你心里是什么样的位置啊？你这么不尊重我，这是不能接受的，放在任何一个女生身上都不可以接受，这是一个底线问题。然后女生，我想跟你说的是，如果你要决定了，就不要回头。今天的追悔莫及，就是因为昨天的心软和犹豫。如果你不舍的话，不要着急复合，要真正看他做了什么，不要听他说了什么，好吗？好的。好，谢谢二位。好，谢谢沙老师。来，雨洞。哥哥比你多吃了10几年的盐哈，说2句虚长你的话啊。对面的漂亮女孩是你的初恋吗？初恋哈。是。那个女孩，她是你的初恋吗？必须是。必须是哈。OK， 那我理解了你们现在的生离死别和不肯放手这件事情。初恋的确对于每个人来说都非常非常非常的值得留恋跟值得珍惜，可能是一辈子最美好的回忆之一啊。我们在20岁的时候，我们可能经历很多，也想要很多，但是我们可能共性的就是都不太会去懂得珍惜这件事情。当你过了35岁，跟我一样，在夜阑人静、午夜梦回的时候，有一张脸，有一个名字一直在你的眼前萦绕的时候，你可能会懂周星驰在《大话西游》里那句经典台词，就是曾经有一份真挚的爱情摆在你面前，你没有珍惜，这个是最大的痛苦的地方。我觉得我都想替你好好的去珍惜这个女孩。你知道方法是什么吗？方法就是你要把你所说的全部都化作行动，用一个结果来呈现在这么好的一个姑娘面前。你用结果告诉她，我不再像以前只用嘴说的了，我现在有结果了。我每个月原来比如说2000块钱的月薪，我现在可以拿到5000了。我之前欠你几千块钱、几万块钱，我现在的计划慢慢要还给你。
我们现在虽然你在合肥，我在杭州，但是我的规划是，我希望怎么样，1、2、3，用事实、用结果，去重新的，去赢回这么可贵的一颗真心。那我想跟女孩说的一句话哈，初恋固然美好，但是你需要成长。未来你的人生另一半，不管是不是对面这个男孩子，你现在最需要的都是成长，而不是留恋。好吗？好，加油啊！好，谢谢张老师，谢谢啊。来，涂老师。姑娘，我跟你讲个事儿，是一件真事儿。有个女生跟你一样，也是18岁那年遇上自己的初恋。她跟自己的男朋友在一个工厂的流水线上做普工。她很爱她的男朋友。工厂里是包中餐的。他们中餐就在工厂的食堂吃，晚上3班倒完之后，就去菜市场边上的小卖部吃夜宵。2个人点1份快餐。那个女生非常心疼自己的男朋友，每次都是挑里面的配菜吃，把肉留给自己的男朋友。有的时候甚至说自己减肥而不吃，看着自己男朋友吃得很香的样子，直咽口水。但是她很爱她的男朋友。她说：“我大概每个月我最幸福的事就是觉得我能够1个月看2本读者文摘。90年代的时候，1本读者文摘是3块钱。她说我要是1个月能读2本，我该多么幸福。但是那个时候他们很窘迫，那个男生也不知道怎么搞的，老是在外面欠钱，然后每次他的兄弟们都是找这个女生来还钱。当然后来那个女生才知道。”大概就是她的男朋友让她的朋友找她要，就这样的日子过了4年。她说：“虽然是穷困的4年，但我甘之若饴，因为那就是爱吗？爱就是要奉献。”但直到有一天，有一个插曲打破了这所有的一切。这个女孩子的妹妹也到这个城市里来打工，因为年轻，所以把钱存在她姐姐这儿。但有一天，她发现。他妹妹给他的这张工资卡上1分钱都没有。他反复的想，接触过这个工资卡翻他的包的人只有2个人，就是自己和男朋友。于是他就问了他的那个所谓的男朋友倒是很爽快的承认了：“是的，你取钱的时候我偷记下了密码，后来我把里面的钱取空了。”所以这个女生彻底失望。她觉得这个男生不是不思进取，而是不知廉耻。甚至思想里面很坏，于是他毅然地跟他提出了分手。但让人觉得更可恶的是，分了手之后，这个男生到处散播说这个女人离开他是因为他穷，甚至有些人还来劝和他们说：“哎呀，你们在一起4年不容易。”那个女生说：“老娘真的要发飙了，我穷了4年跟他在一起，就是因为是初恋，我为他付出了这个，付出了那个，我这些年1分钱都没有寄给过家里面。”全部贴在了这个男人身上，结果分手的时候，他居然说我是嫌他穷。所以说穷不可怕，又穷又绝望才可怕。绝望是什么？就是你在一个男人身上看不到希望，遥遥无期。而且这种希望不光是在他的所谓的工作前途上看不到希望，即便是在作为他的女人，你维持他的尊严的情况下，你也看不到希望。我可以想象，当他的那个所谓的朋友掐你，你肯定用眼光看过他，看看自己男朋友会不会站出来为自己说句话，但他没有。你是不是觉得很绝望？对，当时觉得。所以，这种绝望是致命的。你不能保护自己的女人。你甚至连说一句公道话的勇气都没有。我想请问你那个朋友把你当朋友吗？真正把你当朋友的人，不光尊重你，还要尊重你身边的人，尤其是你的女朋友。他会做这样的事情吗？所以我是坚决赞同你离开他。其实我知道你内心的想法，你可能不需要他有太大的出息，但只需要他能够把你捧在掌心，关心你，注视你。他的成败其实并不是非常重要，但是你要知道，这4年来，他所有的斗志，所有的自尊心，其实你有很大的责任。你的一步又一步的没有底线的退让，让这个男人失去了斗志。
不要再因为你跟他在一起的4年，因为他是你的初恋，因为你曾经把最宝贵的给了他，你就认为要为了这所谓的4年再搭上接下来的左4年又4年，没有意义。无论是你跟他在一起或者不在一起，如果你真爱他，需要他能够重新燃起斗志，你都应该离开他。甚至如果你还继续这样下去，你没有办法对自己交代，更没办法对你母亲交代。你说呢？对，就这样。哎，谢谢涂老师啊。我一直有一观点啊，我觉得感情是有死刑的，对于一个人来说哈，一段感情是有死刑的，但是人生在你没有结束生命之前是没有死刑的。有的时候，不管男人还是女人哈，他的人生就是因为一段感情，该死的感情没死，他的人生死了。所以生活里面叫生活辩证法，我一直这么看。对一些人来说，感情没了是一件特别好的事儿，因为生命变得鲜活了。对你是这样，对你也一样。所以女生啊，情感死了还可以再找，人生死了就没有了。那个诗特别好，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些情感也是一样的，其实情感不在了不可怕，没了就没有了，但是人生失去了尊严就太可怕了。以后碰到那种人，不要留什么面子，什么男朋友什么，挥起来就一巴掌，这是你最该做的事情。没有了，你们自己去看看应该怎么办吧，做一个了断吧，都已经了断了，何必再纠缠呢？一起进入那几天喝古方红糖真情60秒。我断掉我所有的朋友好吗？我把我存的钱现在都给你，哪怕它不够，但是我真的有再去改变。我真的不想就这样把你给放弃了，我真的好想再努力一下。我想请你相信我，哪怕我现在的改变不够，达不到你的要求，但是我真的有在改。我们不要吵了好吗？你再给我一次机会，相信我。我需要再考虑一下。这次我要像一个男人一样，站在这里给你依靠。相信我。回吧，两位啊。哎，来，请关门吧。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现在请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下载万事达手机客户端，进入到天津卫视的直播聊天室，边看边聊。直播过后，也可以通过天津 APP 网络电视或者万事达手机客户端继续收看本期的节目内容。欢迎大家登录优酷网、腾讯视频、搜狐视频、爱奇艺、乐视视频、PPT 剧力收看节目的完整视频。来吧，看结果，请开门。说再见吧。不想说对吧？谢谢你，请回。好，谢谢主持人，谢谢陆老师。